凭什么你嫁的男人成了省里出了名的万元户，我却被人当破鞋一样赶回来？你这辈子想够了，该把命还给我。我不嫁季彦川，我要嫁李天明。你是不是发烧把脑子烧坏了？季家条件好，季彦川年纪轻轻就是国营筑路队队长，哪一点配不上你？筑路队队长有什么用？一年到头回不来几天，我嫁过去就是守活寡。亲事早就定了，哪有说换就换的道理？这间堂屋，这句话，我死前记了几十年。老天真让我回到了出嫁以前。反正妹妹原本就要嫁李天明，让她嫁季彦峰，不就行了？她也回来了。上辈子她嫌季彦川伤残离队，怀着孩子跟野男人私奔，我却替李天明撑起买卖，临死还被他灌下毒药。这一回，他要抢的不是亲事，是他以为属于我的富贵。小何还没满18，季家说好要的是你，你说换就换，让两家人的脸往哪儿搁？差3个月也叫差，盖上红盖头，谁看得出来？住口！你们必须答应，不然后果很严重。你姐姐以前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就盯上李天明了？是不是你私下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。那他怎么知道李家这门亲？两家就隔着一个村，他想打听，用得着问我吗？他性子直，心里藏不住事儿。你做妹妹的，平时该多让着他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沈西一闹，错的就是我。上辈子我让了一辈子，最后连命也让了出去。等他回来，我再跟他说，婚姻不是买菜，不能由着性子挑。他既然认准了，您说得动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也想换？我只是提醒你们，他刚才说不答应就不活，他吓唬人的，你别跟着添乱。沈叔，沈婶，快去河边，沈心姐姐跳河了。上辈子他也是这样逼全家低头，只是这一次他要拿命换走的是我吃过的苦。小何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跟我去救你姐姐！欣欣，你要吓死妈了！为了一门亲事，值得这样吗？你们都不疼我，明知道我不想嫁季彦川，还非要把我往季家送。我不回，除非你们答应让我嫁李天明。妈答应你，你想嫁谁就嫁谁，再不逼你了。他赌赢了，还是和上辈子一样，只要他肯闹，父母就能把所有难题推到我身上。先闭嘴，把你姐扶回去。爸，我只要李天明，你们要是不答应，我还会跳。你听见没有？你非要逼死你姐姐才甘心。是他自己跳的河，不是我推的。可你点个头，他就不会再跳。小何，你给我站住！他衣服还在滴水，先带他回去吧。想换亲，回家说清楚。季家送来120块彩礼，酒席也开始置办，突然换人，怎么交代？小何和欣欣是亲姐妹，模样有几分像，成亲那天盖着盖头，先把礼办了，往后再解释。季家要娶的是沈心，瞒着他们把我送过去，这叫骗婚。乡下结亲看的是两家，你进了季家的门，还能把你退回来？我都跳过一次河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没想怎么样，要换的是你，该给两家解释的也是你。他现在经不起刺激，你就不能替他担待一点？季彦川人正派，还是筑路队队长，真换给你，是你占了便宜。他们嘴里句句都是为我好，可他们真正想保住的是收下的彩礼，是已经摆出去的体面。小何，你姐姐从小身子不好，性子又拧，你比她懂事儿，这回就让她。让我嫁一个从没见过的人，还要替他担上骗婚的名声，
这也叫让一让。季彦川哪点不好？多少姑娘求都求不来。既然那么好，为什么非得让我去？那李天明呢？他游手好闲惹事，姐姐为什么偏要嫁？我们养你这么大，现在只让你帮家里这一次，你姐姐的命就在你一句话上，你还想把全家逼到什么地步？小何，爸再问你一遍，这门亲你到底换不换？要我换，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100块钱算我的陪嫁，钱给我，我就替姐姐嫁去季家。100，你怎么张得开这个口？家里养你17年，哪一样不要钱？彩礼是季家娶儿媳妇给的，现在儿媳妇换成我拿一部分，有什么不对？妈，他就是趁火打劫，换个人出嫁而已，凭什么给他100？那就别换，你按原来的亲事嫁季彦川，我也不要1分钱。好，你们都逼我，我现在再去跳一次。不许去，妈没说不换。小何，100太多，家里办2场酒，还得给你2个哥哥留钱，少一点。我要离开这个家，手里总得有点傍身的钱，最多50。100、 60，再多1分都没有。那亲事照旧。我就知道，你们舍不得钱，也舍不得他。 66，图个顺当，66块不能再加了。就66，收了钱，这门亲不许再反悔，也不许到季家乱说。钱到我手里，我上花轿，空口没用，现在给。拿去，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还跟亲爹亲妈算账。上辈子我身无分文，只能死死抓住李天明。这66块，是我重活1岁握住的第一样东西。我嫁李天明也该有陪嫁，给你20。他有66，我凭什么只有20？你自己非要换亲，家里还要办酒，你2个哥哥也要成家，哪有那么多钱？那就把他的钱拿回来。刚才你拿命换亲，现在又想拿我的钱。够了，亲事就这么定，谁再闹，谁自己去2家退婚。自行车能拉几个人？我这拖拉机才叫排场。听见没有？李天明现在就比季彦川有能耐。车不是他的，油也不是他的。出了这道门，谁也不许说漏嘴。先把婚事办完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。你嫁都嫁了，好好过日子，他们还能不要你？他们要是不要，正好把你退回来。上辈子我也是这样，被一句好好过日子送到李天明身边，父母明知那是火坑，也只盼我别回来添麻烦。吉时到了，送新娘出门。路不远，我骑慢些。都做好了，接新媳妇回家。慢点儿，我的头都快撞散了。前面路不好走，你扶住我。上辈子我只在姐姐嘴里听过她的名字，她说她冷，说她残了以后像块废木头，可此刻她连每一个土坑都在替我避开。冷不冷？累了就说。不冷，不用听。抓紧，要下坡了。你不是说这车威风吗？怎么不走了？催什么？借来的车有点毛病很正常。你不是沈西，你是谁？沈家为什么把你送过来？我叫沈河，是沈欣的妹妹。我去找你父母问清楚。别去，换亲的事我知道，
也答应了。你答应了，季家没有答应。姐姐不愿意嫁你，她跳了河，逼着家里把我们2个人的亲事换了。所以你父母盖着红盖头，把你送进季家。是。你呢，也是被逼的。我同意了。我知道你原本要娶的不是我，可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想回去。你多大？17，再过3个月满18。你没到法定年龄，这场酒席算不了结婚。我现在送你回去，所有责任由我来担，不会让人说你的闲话。我不回去。沈河，婚姻不是换一张盖头，你今晚留下，往后可能会后悔。姐姐认定李天明会有出息，他不会换回来。我回沈家，只会再被送去另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人家。那我说实话，我听说过你，也知道季家人的品行，我愿意试着跟你过日子。3个月后，等你满18，我陪你去公社办结婚登记，领证之前，你可以随时改变主意。你同意我留下了？我同意你自己做决定，不是同意沈家骗婚。谢谢。你进季家不是来当免费劳力，家里的活儿谁有空谁做。上辈子李天明总说，女人进门就该伺候男人。第一次有人告诉我，妻子不是谁家的长工。我今晚睡外面。外面还有客人，你出去，所有人都会知道出了事儿。那我打地铺。床够大，中间隔一床被子就行，睡地上容易着凉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季彦川，今天的事，对不起。该道歉的不是你，睡吧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筑路队把急电打到公社，工程提前了。什么时候走？现在。上辈子这次返岗以后，他在工程中受伤，被迫离开筑路队，姐姐也因此逃离季家。这次工程，你能不能不去？工程安排已经定了。那就请假，晚1天也行。沈河，我是筑路工人。可你这一走，可能会受很重的伤。你怎么知道？昨晚沈欣亲口说的。他说你这次会受伤，离队，一条腿还会废掉。他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我不知道，他说的太肯定，我心里不踏实。为了换亲，他连跳河都敢，也许只是想让你后悔。可万一呢？你上工地时多留一身后，别逞强，也别为了获奖不要命。工程有保密要求，我不能向你透露，但我答应你，能避开的危险绝不硬闯。你真不能不去。如果筑路的人碰上危险都往后退，那些险路谁去修？走之前，我得先把换亲的事告诉爸妈。他们要是不肯认我呢？错不在你，无论他们怎么决定，我都会把你安顿好。沈家好大的胆子，婚姻大事也敢瞒着换人。爸，这件事我也答应了，你们要怪就连我一起怪。怪你做什么？你才17岁，家里逼到这个份上，你能往哪儿去？他还没到两证年龄，3个月内我不会碰他，等他满18，再由他自己决定要不要登记。这是应该的。进了这个门，就是一家人。燕川不在家，你安心住着，没人会赶你。嫂子，我哥常年在筑路队，以后家里有我陪你。上辈子我在李家受了委屈，所有人都媳妇熬几年就习惯了。季家知道我顶替了沈欣，却没有一个人拿我撒气。沈家骗婚的账以后再算。燕川，工程安排要紧，别误了车。刚成亲就走，连3天回门都陪不了小何。回门的东西我已经列好了，麻烦妈替我准备，不能让她一个人回去，还被娘家轻看。
去省城的快上车，马上发车。到了筑路队，给家里写封信。好。执行工程一定小心，名利都是虚的，平安回来才是真的。咱们还没领结婚证，一定平安回来。我没能留下他，也不知道几句提醒能不能改变前世那块飞石的方向。筑路队接到工程，就得按安排出工，我拦不住他，只能等他兑现平安回来的承诺。妈，我拿1斤鸡蛋糕就行，这些好东西留着家里吃，给他们也是白费。第一次回门只带鸡蛋糕，像什么话？你姐姐今天也回去，不能让娘家拿礼数挑你的错。他们收了120块彩礼，已经不少了。彩礼是彩礼，回门是回门。燕川走前特意交代，让我多备些东西，给你撑场面。那时李家说我是花高彩礼买来的，连一块肉都舍不得让我带。母亲却骂我笨，不会从婆家扒东西补贴娘家。她从没问过我在李家过得好不好。后来沈星害死我，母亲仍选择护住他。288块彩礼，就当我还清沈家的生养之恩。妈，红糖和肉留下，我带草鱼和鸡蛋糕，礼数也够了。你娘家人多，一条鱼够谁吃啊？他们若嫌少，我就原样带回来，正好给爸和小妹夹菜。行，听你的。要是受了委屈，别硬忍，早点回来。我记住了。妹妹回来了，季家给你装了什么好东西？就你一个人，季彦川呢？筑路队有紧急工程，成亲第2天就走了。新婚第2天就把你扔下，看来这队长媳妇儿也没多风光。五花肉呢？红糖呢？季家条件那么好，连这些都舍不得。是我只肯拿这些，妈要是看不上，我现在拎回去。谁说看不上？这鱼还算肥，媒人中午要来，我正好招待他，让他给你大哥物色个好媳妇儿。别坐着了，赶紧把鱼杀了，再做几个菜。以前我住在家里做饭也就算了，今天是女儿回门，哪有让我下厨招待客人的道理？家里就你做饭好吃，媒人难得来一趟，别耍性子。我提了鱼和鸡蛋糕回来，已经尽了礼数，该做什么菜是娘家的事儿。你嫁出去才3天，回来就跟亲妈分得这么清？亲女儿回门，您惦记的是让我干活，分清楚的人不是我。妈，她不愿意就算了，反正她从小就懒，一点活也要斤斤计较。你勤快，你去。凭什么叫我？今天我也是回门的女儿。就凭你只带了10斤红薯，我好好的女儿嫁进李家，他们就用这点东西打发我，瞧不起谁呢？李家人口多，最近粮食紧，等天明以后做了大买卖，什么好东西没有？我等的是今天，不是以后。季家东西多，为什么不让沈河再拿些回来？季家的东西姓季，不姓沈。你惦记季家，不如把亲事换回去。谁稀罕？不就是做顿饭吗？后院还有白菜萝卜，你去拔些回来。没人上门，总不能只吃1条鱼。妈，我难得回来一次，你就不能让我歇会儿？你如今嫁进季家，连娘家的活都不肯碰了。别以为婆家待你好，就能不认这个娘家。以后你哥哥们有事儿，你照样得帮衬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今天我只拔菜。
他不是缺我拔的几颗菜，只是看不得从前任他使唤的人忽然不再听话。原来你躲在这儿。这里是沈家，不是李家，你找沈心去。你就是沈河吧？成亲那天盖着盖头我都没看清，现在一瞧，你可比你姐漂亮多了。让开！可惜上错车，嫁错人，不然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就是我的了。我没上错车，也没嫁错人。你再不让开，我喊人了。妹夫结婚第2天就走了，长夜漫漫，你就不觉得寂寞？放开！别这么凶，我就是心疼你年纪轻轻守活寡。听说你跟季彦川连证都没领，要是哪天想换回来，你做梦！别急着拒绝。你姐以前在家什么活都不干，到了我家照样得听话。你比她懂事儿，跟着我肯定过得更好。你的好日子就是让女人伺候你。你还真把自己当队长媳妇儿了？季彦川1年回不了几天，他能知道你在家干什么？他知不知道，都轮不到你碰我。装什么真烈？你们只摆了酒，又没领证，等他几年不回来，你自然知道一个人守着是什么滋味。沈河，你敢勾引我男人？就说了几句话，你大呼小叫什么？他从小就仗着那张脸勾引人，自己男人不在家就来抢姐夫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勾引他？明明是他堵住门，还在我手腕上留下了印子。天明看得上你，是你故意给了他机会。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还你以前打我的。以前你不敢还手，现在嫁个筑路队队长就觉得有人给你撑腰了。以前是我年纪小，不是我欠你打。季彦川相貌堂堂，在筑路队前途光明，我是眼瞎了才会看上李天明这种游手好闲的混混。你说谁是混混？谁刚才拦路动手，我就说谁。我是你姐夫，跟你开2句玩笑怎么了？姐夫不会抓着小姨子的手说那些见不得人的话。少装清高，你要真看不上他，为什么单独躲在后院跟他说话？是妈让我来拔菜，也是他自己跟进来的。你不敢怪自己的男人，就想拿我撒气。队长媳妇儿怎么了？队长媳妇儿就能随便冤枉人？我手腕上的指印就是证据。几道红痕能说明什么？兴许是你自己掐的。你可以继续闹，把爸妈和媒人都叫来，让他们当面听听李天明刚才说了什么。我现在是季彦川明媒正娶的媳妇，你们再堵门坏我名声，我就去公社妇联评理，让全村人听听你们占不占理。我只是怕天明被你迷惑，没想坏你的名声，你别乱扣帽子。刚才是他抓着我不放，你真怕出事，就管好自己的男人。说几句话而已，哪有你们讲的这么严重？看清楚了吗？你为了他冲出来，他连替你解释一句都嫌麻烦。我们的日子轮不到你管，我也没兴趣管。狗改不了吃屎，别再放出来咬人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吃饭，鱼汤刚出锅。在沈家，他们总怕我多吃一口。继母看出我受了委屈，却给我留足了不说的体面。高原已经下雪了，等有机会，我想带你来看看这里的雪山。高原那么冷，也不知道这些够不够。你的心意到了，比什么都暖和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半个月都能收到他的信。我把肉酱、毛衣和蛤蜊油寄过去，只怕在风雪里平安。
季彦川过年都不回来，怕不是上工地受伤了吧？我早说干勘探没什么好，高山险路的，说不定哪天就缺胳膊少腿。光荣是光荣，可苦的是媳妇儿。你疯了！我的丈夫在外修高原公路，你却诅咒他缺胳膊少腿，这一巴掌你不冤。干勘探的冒险奔波，哪能拿这种事儿咒人？没有建设者在外奔波，他还能安稳站在这里说闲话？我们姐妹之间的事儿，用得着你们多嘴？自家姐妹也不能判人家丈夫残废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干勘探本来就随时可能没命，危险是真的，可你盼着他出事也是真的。你等着吧，季彦川马上就会受伤离队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比过我。先管好你自己的日子吧，白天下地回家洗衣做饭，公婆不喜，妯娌排挤，李天明还当甩手掌柜，这就是你拼命换来的好亲事儿。从前在沈家你连碗都不肯洗，如今李家一大家子的衣服都归你，所谓万元户媳妇儿的福，你想到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也……都是一个村的，李家那点事儿还能瞒住谁？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哭着也要走完。明年天明就会大展拳脚，让我过上人人羡慕的日子。那我等着，到时候你守着一个离队的穷汉人，别哭着来求我接济。他说中了季彦川前世的伤，也知道李天明后来发急。如今季彦川没有消息，我无法把他的话只当成恶毒的诅咒。我知道他只是想刺痛我，可季彦川迟迟没有消息，还是让我心里发沉。又在想彦川，他已经1个半月没来信了，以前也会这么久吗？他上工地时几个月没音信都有过，现在大雪封山，信送不出来也正常。可他答应过我，到了筑路队就报平安。从前他一个人，我们也这样等。干工程的人身不由己，不是他存心让你担心。嫂子放心，我哥可厉害了，每次上工地都能平安回来。有一回他半年没回家，回来还给我带了高原上的石头，这次肯定也一样。筑路队有制度，他不来信，未必就是坏消息。先把饭吃了，等他回来，我替你好好说他。结了婚还不知道给媳妇儿报信儿。前世他就是过年前后附上还乡，我的提醒到底有没有让他避开那一劫？彦川，嫂子别慌，他刚从职工医院出来，伤情已经稳定。快，先把人送进屋，外头冷。别哭，我活着回来。季队长坚持回家过年，医生才准他出院。伤口不能沾水，右腿也不能使力。路上辛苦你了，回去替我向工友们报平安。到底伤在哪儿？背部和右腿分别被爆破飞石击中，背后的飞石再偏2毫米就会打到脊柱，算我命大。2毫米？我在职工医院住了半个月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伤只是看着吓人。医生怎么说？以后施工上工地会不会受影响？不会，好好恢复，我还能回筑路队。真的不会留下后遗症？腿还能像以前一样走路？医生检查过，骨头和要紧的神经都没伤到，养好以后跑步也不成问题。你没骗我？你还在等我回家？我哪敢拿这种事儿骗你？受了2处伤还油嘴滑舌。答应过你平安回来，我做到了。
听说季彦川是被人背回来的，你哭成这样，是不是他的腿真废？姐姐这么急着来，就是想看他残废。我是来探望妹夫，伤得重不重？总得让我进去问问。他需要静养，不见客。让我看一眼，我还能笑话他不成？你脸上的笑已经藏不住了，不敢让我见，那就是伤得严重，再也不能留在筑路队了吧？让你失望了。燕川的伤不耽误干活，休养好就能回筑路队。不可能，背部被飞石击中，腿也伤了，怎么可能没事？季彦川为什么没残？他怎么能没事？因为他听进了我的提醒，也因为他命不该绝。我不会输给你，绝不会！婚事是你自己换的，为什么非要拿我输赢？上辈子你踩着我风光了一世，这辈子我一定要讨回来！没有谁抢过你的日子，你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。为了卖这点东西走这么远，我脚都快冻僵了。小点声，赶紧走。他看见我们走得这么快，可能急着去什么地方吧。沈河，你给我出来！要不是你告密，那条巷怎么偏偏今天来了那么多集市管理员？我们的东西全被没收了。我只看见你们进巷子，根本不知道你们卖了什么。你看见碑楼了？我们刚摆出东西，集市管理员就把巷口堵了，哪有这么巧？那时候不许私下摆摊，集市管理员来查，你怪得了谁？早不查晚不查，你一出现就查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现在不许私人买卖，你自己往风险上撞，怪不到我头上。你就是看不得我发财。季彦川这次没事算他走运，他不可能次次躲过飞石。你再拿彦川的安危撒气，我就把今天的话原样告诉集市管理员。你给我使绊子，我偏要继续做生意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下。这里是季家，你大晚上跑来撒气，是什么道理？伤还没好，你怎么下床了？他叫喊声得整个屋子都听到了，我不能看着他欺负沈河。他经常这样欺负你。只是几句狠话，每次我都还回去了。你心里有数就好，记住，我永远站在你身后。正收好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正经夫妻了。现在后悔也晚了。谁后悔还不一定。等家属院修好，你愿不愿意来随队？好，到时候我一定去。筑路队条件艰苦，比不上家里。这样啊，那要不我不去了。真不想让我去。高原风大，冬天大雪封山，你在家里有人照顾，去了只能跟着我吃苦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还问？我想你在身边，又怕你去了后悔。你一个人在那里受伤时，就没想过我也会后悔没陪着你？想过。躺在医院的时候，我最怕的不是腿好不了，是答应你的事儿做不到。我逗你的。既然和你领了证，条件再苦我也去。去了以后，我上工地还是不能天天陪你。我有手有脚，会安排自己的生活。随队是和你共同生活，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守着我。你的腿才良好，快放我下来。医生说已经不碍事。
明天还要赶路，早点休息。就是因为明天要走，有些事儿才得抓紧。这一回，我不再是被迫留在婚姻里的女人，我愿意把余生交给他，也愿意和他去任何地方。等我的电报，我来接你。你先照顾好自己，再受伤我就不去了。保证不再让你担心。腿刚好，路上别逞强。到了筑路队，记得拍电报。知道了。哥，家属院什么时候修好？你可别让嫂子等1年。有消息我就写信。他走远以后，院外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家属院什么时候修好，我只能等他的消息。他回了筑路队，我也继续过自己的日子。只是李家的动静，隔着一个村也总会传来。看见没有？一天能赚这么多，再干几个月，我就能去县城租摊位，一天赚这么多，也带我们一起做，都是一家人，别吃独食。方子和本钱都是我的，你们想赚钱，自己想办法。家里的面、柴火都让你用了，凭什么钱只进你口袋？都松手，让街坊看见像什么样子？吵死了！赚几个小钱也值得吵。你嫌钱少，明天跟我一起去卖。不要说，大热天走街串巷，我可受不了。你昨天剩下的肉包，今天热一热又卖，我全家吃得上吐下泻，赔钱！包子出锅时明明是热的，谁知道你们还吃了什么？大夫都说是变质的肉馅，你不赔，我就找生产队评理。昨天剩了几个，我放在蒸笼里，今天重新热透了，不该有事儿。3伏天的肉包放1夜，还敢卖给人吃？我家孩子现在还躺着。赚的钱还不够赔，从今天起不许再卖吃食，一次意外而已，我以后注意就行。你拿全家人的名义冒险，出了人命谁担得起？妈说的对，折腾半天还惹麻烦，不如不干。你以后能成为万元户，现在连卖包子这点苦都不肯吃。什么万元户，有吃有喝就行。要赚钱你自己赚，别拉上我。家里的面和钱都不会再给你，安生下地干活，别再丢人现眼。这里挣不到钱，我就去阳城，听说那边买卖活机会多，我总能找到挣钱的门路。去阳城要车票、介绍信，还要路费，你拿什么去？我赚的钱还有剩，到了那里再找活。你连市里都没去过，还想跑几千里，别让人卖了都不知道。你们没胆子，不代表我不行。只要你还是李家媳妇儿，就不许一个人往外跑。上辈子李天明不肯下地，是我提着竹篓卖吃食，再换成推车，租下门面，所有人却把生意算在他头上。还是天明有能耐，娶了媳妇，家里的日子也红火起来了。没有我，那个只会吃喝玩乐的人，8辈子也成不了万元户。你干什么？沈河，你早就知道对不对？李天明根本不能生，我这辈子全毁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怎么发现的？喝醉以后早说了，只有我像个傻子要蒙在鼓里。这样子你也得偿命。上辈子李家给出高彩礼，不是看中我，而是想替不能生育的李天明遮丑。他们灌醉我，找来李天明的朋友，逼我替李家留后。我回娘家求救，他们却跪着求我回李家继续过。受了这么大委屈，爸妈最疼你，一定会替你讨公道。他们真的会帮我？当年是他们把你嫁出去的，现在他们难道能不管？你会这么好心？多亏你换亲，我才能嫁进季家。你替我跳了火坑，我当然该替你想办法。
那你跟我一起回去，我一刻也不想在李家多待。我这几天受了风寒，头晕的厉害，跟你走只会拖慢脚程。你是不是又在骗我？天快亮了，李家发现你不在，马上会出来找人。你再耽搁，连沈家的门都进不了。去看看吧，看看疼爱你的父母会不会为了女儿得罪李家，退还彩礼。路上要转2趟车，粮票和钱贴身放好，到了以后立刻给家里报平安。燕川在电报里写了接站时间，中途要是误了车，就找车站工作人员，别跟陌生人走。妈，您放心，家里缺什么就写信告诉我。嫂子，等我放假也要去看高原的雪山。好，我和你哥等你。沈河，你骗我！爸妈根本不肯替我退婚。嫁出去的女儿哪能说回就回？李家彩礼早给你哥哥置办东西了，我们拿什么退？我是你亲女儿，李家这样欺负我，你们还让我回去？夫妻关起门来过日子，回去好好说。你2个哥哥还没站稳脚跟，真退了婚，李家来闹，咱家以后还怎么做人？我才是队长媳妇儿，我们换回来，我后悔了。亲事不是衣服，不能想换几次就换几次。当初我们看中的是沈河，是他要死要活换亲嫁进李家，如今后悔，怪得了谁？再见。到了省城还要转车，别睡过站。妈，您和爸回去吧，路上风大，别冻着。嫂子，见到我哥先替我骂他，家属院修好才来信。去省城的乘客抓紧上车。我没有回头找沈欣，他选择的路还没有走完，而我要去过自己的日子。路上顺利吗？转错了一次车，幸好工作人员把我带回来了。怪我不能去省城接你。筑路队有筑路队的规矩，我不是小孩子，能找到你。欢迎来高原。这里比你信里写的风大多了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来都来了，你赶不走我。条件暂时就这样，缺什么我慢慢添。能遮风，有你在就够住。本来想扔，又觉得你或许能补。扔了多可惜，这里布料难买，补一补还能穿几年。筑路队的活儿来了，就得服从安排。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去哪里都一样。你真舍得这个缝补点？舍不得也要往前走。手艺和过日子的本事在我身上，不会留在这间屋里。到了省城，你想继续做缝补，我帮你找合适的地方。以后怎么做，等看过那里的生活再决定。你走了，我们的衣服找谁改？我把缝纫机留给新来的妹子，也把怎么量尺寸、记账都交给她了。这台机器陪了你5年，真舍得留下。她留在这里，能继续帮更多人，比锁在箱子里有用。嫂子，我怕自己做不好。我刚实时连羊毛怎么洗都不知道，慢慢学，守信用就能做好。
账本和定价我都会照你交的来，绝不坏了这个缝补点的名声。院里那些苗也留下，封大时护一护，能活。到了省城记得写信。一定。这把向日葵籽带着，省城能种活，来先告诉我们。沈河，我们回家了。舍不得了。羊毛是好羊毛，可我要先试着洗纺，做成东西以后才能定怎么换。不急，你做的东西结实，我信得过。做不成也没关系，下次赶集我再来。既然接下了，我就会给您一个交代。这比供销社买的还暖和，给我做一件，我按价付钱。目前只在家属院里做，数量不能多，也不能影响大家正常生活。你做事稳当，大家是看重手艺来换，不会逼你赶数量。这是我靠自己劳动挣来的钱，它不属于彩礼，不属于丈夫，是我能够独立站稳的底气。想怎么用？先买布和针线，剩下的存起来，把手艺慢慢做下去。你自己挣的钱自己安排，缺人搬东西时叫我。季队长给我当搬运工，不怕工友笑话。帮自己爱人干活有什么可笑的？家属院来往的人越来越多，小屋已经放不下这些东西了。你想借那间空屋？我想把空屋借下来，办个家属便民缝补点。不过得先跟工程处打招呼，把规矩问清楚。家里来信了。李家院子起了大火，李天明受了重伤，命保住了，却因为私下倒卖的旧账和伤人，被带走查办。沈鑫在火灾后失踪，有人看见他疯疯癫癫往县城跑，此后再没有消息。村里人找了几天没有找到，你在外面安心过日子，不要为了娘家的事往回赶。在想你姐姐。那是他选择的命，前世缠着我的那些事儿，到这里该结束了。我在想，家属院边上有间空屋，我要不要向工程处申请借用，办个便民缝补点？你想做就做，只要工程处同意，做缝补换些日用品都行。这背包能装重货吗？受力处缝了3层，背带也加了衬布，坏了可以拿回来补。今天又收了7件，后面还有2个客商等背包。按先后做，不能因为谁催得紧就插队。来换补衣服的人比玉教中多，但每一分钱都要靠针脚、信用和规矩挣来。嫂子，季队长带领的施工班组被评为先进班组，明天开表彰会，请你作为家属代表参加。20多块是全部本钱，要是赔了，往后得重新从缝衣服攒起。你算得清，也守规矩，我相信你。但决定仍由你自己做。
季彦川所在施工班组在高原突发险情中抢险及时，被评为先进班组。沈河，单位下个月批我1周假，说让我好好陪陪爱人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们补拍一张正式结婚照，再把随迁档案办齐。奖牌也要带上，我要把照片寄给爸妈。都听你的。假期只有1周，你还想做什么？陪你看缝补点儿，去照相，也好好吃几顿你做的饭。季队长获了奖，就这点愿望。能安稳稳陪着你，对我就是难得的事儿。2位靠近一点，看镜头。照片半个月后来取。3年没回去了，这个假期我们回老家看看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批假以后，我知道你迟早得回去，把该了结的事儿了结。回去一趟，有些话不说清楚，我心里始终留着一扇没关好的门。我陪你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用再顾及沈家的脸面。这是我和他们之间的账，我自己算。你站在我身边就够了。3年过去，村子变了。那不是沈家的小何吗？真成队长媳妇了。李天明还没放回来呢，听说那回差点把自己烧死。李天明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只有沈家那道旧门仍像前世一样等着我低头进去。小何回来了，怎么没提前来信？妈好给你们准备饭菜。快坐，言川，如今看着更有出息了。这几年家里不容易，你2个哥哥成家花了不少钱，我和你爸身子也1年不如1年，所以呢，你如今伴着冯补点儿，彦川又是筑路队队长，手头总比家里宽裕。亲人之间，该帮还是得帮。当年换亲是委屈了你，可我们把你养到17岁也不容易。做人不能发达了就把父母的养育之恩忘干净。我今天回来，就是要把这份恩算清楚。这是当年彩礼的补偿，连本带利。什么补偿？季家的彩礼本来就是孝敬父母的。你如今有钱，再帮衬2个哥哥也是应该的。120块彩礼，我1分没碰。你们用它给哥哥娶妻置办东西，已经替我选好了谁更重要。你哥哥们过得不好，你当妹妹的脸上就有光吗？大哥欠着债，2哥也处处要用钱。他们是有手有脚的成年人，不该靠卖妹妹过日子。一家人非要算得这么难听吗？上辈子我回家求救，你们怕退彩礼，把我推回李家，沈颖害死我，你又替他遮掩。今天我回来，不是认亲，是了断。你姐姐已经疯了，李天明也坐了牢，你还揪着过去不放做什么？他们受了惩罚，不等于你们当初的选择没有发生。你胡说什么？上辈子翅膀硬了，就编这些话来咒亲娘。沈河的话还没说完，这是我们沈家的家事。她是我的妻子，也是能替自己做主的人。我不会替她说，但谁也不能逼她闭嘴。收下这笔钱，从今往后，我和沈家再无瓜葛。你们的儿子养老，不要再来找我。你敢走出这个门，就别再回来。我本来就没打算回来。小何，是爸对不住你。这句话来得太晚了。
难受吗？有一点，但更多的是轻松。回家吧。好，我们回家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欠任何人。那一天，我第一次不是逃离沈家，而是清醒地关上了那道门。今天有没有不舒服？只是怀孕，不是生病，你不用走路都踮着脚。医生说头几个月要小心。你在工地带队的时候也这么紧张？他们摔了能自己爬起来，你和孩子不一样。缝补点的活我已经减了，重东西也不搬。你别每次回家都先检查我有没有磕着。没事。你当初守着我养工伤，现在换我小心照顾你。现在还听不见。我先让他熟悉爸爸的声音。你怎么知道是女儿？儿子女儿都好，只要像你，性子别太软。也别全像我，要像你一样，认准该做的事儿就不退。那他以后恐怕比我们两个都倔。前世我总以为女人只有依附一个有钱的男人才算改命。现在呢？现在我有自己的手艺，也有自己挣的钱。孩子以后也该知道，人要靠自己站稳。不论时代怎么变，只要有家，我们就不会漂泊。你在，我在，孩子也在，这才是家，跟房子在哪儿没有关系。那就说好了，以后无论调到哪里，我们都一起走。重生不是替谁改命，是我终于握住了自己的人生。他听见了。高原施工点的审核同志，有您的信。你娘这些年偏心儿子，几个儿媳都不待见他。你大哥成亲欠下不少债，家里天天为生计吵架。他从前总说养儿防老，如今儿子们各顾各家，连生病时都互相推脱。沈欣失踪一段时间后，又在集市出现，卖来路不明的东西，当众大闹。后来被街道临时收容，他精神一直不好，后来被送到郊区福利院安置。你安心过自己的日子，不必回来。你爸很少说话，只托我问你一句，在外面过得好不好？不回信吗？妈只是告诉我结果，不是让我回去收拾残局。沈家和沈欣都该留在过去了。那就收起来。你不想再看，谁也不能逼你看。好，留着它，也在提醒我曾经走了多远。放心，一颗都没被风吹倒。这片地从前连草都不长，你倒真种活了。老牧民教我挑耐旱的种子，嫂子们轮流帮着浇水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单位有意调我去省工程处任职，我们安排确定后，我们就要离开这里。是提拔，也是新的工程，省工程处条件更好，可责任不会比这里轻。什么时候？最快下个月。省城条件好，可这个缝补点和菜地都是你的心血。如果你不想走，我可以向单位说明情况。先让我跟这里好好告个别。筑路队的活来了，就得服从安排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去哪里都一样。你真舍得这个缝补点？舍不得也要往前走。手艺和过日子的本事在我身上，不会留在这间屋里。到了省城，你想继续做缝补，我帮你找合适的地方。以后怎么做，等看过那里的生活再决定。你走了，我们的衣服找谁改？我把缝纫机留给新来的妹子，也把怎么量尺寸、记账都交给她了。这台机器陪了你5年，真舍得留下。她留在这里，能继续帮更多人，比锁在箱子里有用。嫂子，我怕自己做不好。我刚实时连羊毛怎么洗都不知道，
慢慢学，守信用，就能做好。账本和定价我都会照你教的来，绝不坏了这个缝补点的名声。院里那些苗也留下，风大时护一护，能活。到了省城，记得写信。一定。这把向日葵籽带着，省城能种活，来先告诉我们。沈河，我们回家了。舍不得了。刚到高原时，我每天都嫌风沙大，只想着怎么熬下去。真要离开，才发现那里每一寸地都有我们的日子。到了省工程处，条件会好很多。家属院有学校，也有供销社，你想继续开缝补点，可以开得更大。我暂时不想继续做缝补了，不做这一行了。不是丢掉手艺，这些年政策松了，人的路也多了，我想去学会计，争取进单位做会计员。怎么突然想到学这个？办缝补点这些年，我每天都要算成本，记进出账，全靠自己摸索，终究不够。我想知道，除了缝纫机，我还能走到哪里？缝补点已经办得很好，重新进课堂等于从头开始。正因为办过缝补点，我才知道不会的东西有多少，从头学不丢人，假装什么都会才会误事。我早就知道，你不是只愿守着灶台的人。省城的年轻人多，机会也多，我这个年纪再去上课，可能会被人笑。你在风沙里都能把缝补点办起来，还怕几句笑话？别给我戴高帽，我只是觉得人不能一辈子围着别人转。上辈子我替李天明挣下所有家业，最后连名字都没留下。你想学什么做什么，我都支持。调到省工程处后，跑工地会少些，我也能多陪你和安安。那说好了，到了省城，你得陪我逛公园，去书店，不能整天连人影都见不到。一定。不过你也得给丈夫留点时间，不能眼里只有账本。还得给安安留时间，她现在正是跟着大人学东西的时候，我不能只顾自己。照顾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，你上课时，我能带就由我带。燕川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当年骑着自行车把我从那个家带出来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给我一个家。这里有托儿所，供销社也不远，你上课时安安有人照顾。比高原方便太多了。妈妈，这里没有大风了。是啊，以后你能在院子里好好跑。先去看看新家，下午我陪你去职人业余学校问问。成本核算最怕凭感觉，每一笔钱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有凭证。沈河同学，你来回答一下这个成本问题。总成本不能只算布料、针线、运输和损耗都要记进去。思路对，坐下吧。我20多岁才坐回教室，记得没有年轻人快，但缝补点的每一笔账都成了我听懂这些知识的底子。基础弱一点没关系，肯把问题找出来就能追上。我回去再算一遍，明天把答案交给您。今天学的怎么样？挺有意思，乱糟糟的账目理清以后，跟把一件旧衣服重新裁好差不多。食堂多做了几个，我给你留的，趁热吃。安安呢？在托儿所吃过了，王嫂帮忙接她，我先来等你。燕川，你说人真的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吗？什么叫改命？换亲让你嫁给我，可办缝补点、读书都是你自己选的路。如果没有重生，我可能还困在李家。命是老天给的，路得自己走。不管从前吃过多少苦，现在的沈河就是他自己，不是谁家的影子。
可有些人一出生就能读书，有些人连婚事都不能自己选。人跟人的命不一样，可你多学一样本事，就多一条路，这条路谁也抢不走。哪怕走得比别人晚，晚走也比站在原地强。谁说我担心了？只是感慨一下。感慨完就回家。供销社来了新鲜豆腐，我今晚炖给你吃。你会炖豆腐？在炊事班学了2招，保证不烧穿锅。审核下课了，季主任又接书包又送吃的，院里谁不羡慕你？他今晚还要炖豆腐，我正准备回去看着锅。你能读书，他肯在家搭把手，这才像过日子。王嫂，您别只夸我，安安今天多亏您帮忙接回来。邻里搭把手应该的，审核肯学，我们也替他高兴。在沈家，别人说我木讷；在李家，他们说我命苦。到了这里，大家看见的终于只是审核。回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看闲不闲？你不是保证让我刮目相看吗？怎么还要我救场？上桌前听听会做饭的人的意见。骗你的，味道正好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现在这样真好。都快9点了，还不休息？有件事想和你商量，等把业余会计班读完，我想去备服厂或者招待所争取一个会计员岗位。是不想待在家里，还是觉得我的收入不够保障生活？你的补贴够我们过日子，可那和我想工作不是一回事。安安还小，你白天上班，晚上学习会很累。我不是马上就去，先把课上完，再看岗位和时间。要是照顾不了安安，我会重新安排。我也能调整休息，可筑路队临时有工程时，不能保证每天准点回家，所以要提前商量，而不是因为可能有困难，就让我永远待在家里，托和所有人照顾他。家里的事儿我们也能分担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凭这些年学到的东西，能不能真正在外面站稳？在高原办缝补点，不也算站稳了吗？那是特殊环境下的互助。现在到了省城，我想让单位正经考一考我的本事，争取一个靠自己得来的岗位。我想有一天别人提到我，不只说我是季主任的爱人，也知道我能把一套账算得清清楚楚。我不是反对，只是怕你把自己逼得太紧。你从前吃苦惯了，累了也不肯承认。在高原做缝补时，好几次趴在缝纫机旁睡着。所以这一次我先跟你商量，过日子不是谁压着谁，有难处就摊开了说，一起想办法。我不怕吃苦，我怕一停下来，又只剩下季彦宇的妻子这个名字。你从来不只是我的妻子，只要不伤身体，你想去就去，以后还想进修，我也支持。如果我第一次没考过呢？再考，你不是为了向谁证明，没必要把一次结果看成输赢。真的？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累了就说，不许一个人硬撑。我答应不硬撑，你也答应，忙完早点回来。好，书别看到太晚，我去换身工作服。错一道题，不代表前面的都白学。我要找到错在哪里，真正做财务，1分钱都不能含糊。基础已经扎实，考试时别慌。我会把每一道题都算清楚。我送你进去。不用，
你是工程处主任，站在考场门口太扎眼，别人还当我是靠家属关系来的。那我换便装。考试是我自己的事，你在这里等我就好。没考好也不要紧，下次再来。我准备了这么久，不是冲着下次来的。有这股劲儿是好事儿，但别把自己逼得喘不过气。我紧张，可我不怕。以前我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，现在这道门是我自己走进去的。他们为了前程走进考场，我也一样。我要亲手为前世那个窝囊惨死的审核写下最后一个句号。考试期间不得交谈，计算过程必须写清楚。还有15分钟。怎么样？题不简单，但我都答完了，最后还查出一处小数点错误。那就是有把握。感觉很好，我觉得自己能行。回家炖肉，今天先犒劳沈会计。成绩还没出，别叫得太早。早晚的事儿。签字领取。怕了？考场上都没怕，现在倒有点不敢看。这是你自己挣来的结果，打开吧。我考过了。以后谁再说你只是会踩缝纫机，就把证书给他看。我考证不是为了堵别人的嘴，是为了让自己多一条路。你锁起来干什么？我还要拿着它找工作。先保管好，结婚证、你的结业证都不能弄丢。我打听过，省工程处财务科正好有空缺。什么时候报名？这周递材料，除了结业证，还要看以前的经历。我准备把高原缝补点的账本一起带去。那些账你记了5年，比空口说会算账更有分量。课业结业了，接下来就去争取那份正经岗位。你不怕我忙起来顾不上家？我们之前商量过，真遇到问题，再一起解决。那今晚吃顿好的，庆祝我终于跨过第一道门。我去买菜，你负责保管证书。当晚，季彦川很晚才回来，坐在桌边久久没有开口。筑路队出事了，单位决定开展下一阶段工程整合。下个月起，我要常驻偏远工地参加基层考核。是临时抽调，还是以后都要留在那里？先考核基层情况，工程结束再定。现在谁也说不准。多远？300多公里，交通不方便，来回一次很难。要去多久？顺利也要几个月，不顺利可能大半年。那这段时间，你连安安都见不到。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母女。我争取过留在省城，可我现在的职务必须带头。你担心我不同意？你刚准备找工作，安安也离不开人。我这一走，所有事又压到你身上。所以你想为了家庭推掉必须带头的工程？我不想让你刚往前走一步，又因为我停下来。如果你开口，我可以再向单位申请。去吧，你是筑路队的队长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你不用马上回答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既然学会了管账，总不能连自己的家都安排不好。安安和工作怎么监护？托儿所白天照顾他，
晚上我自己带，真忙不过来，我会请王嫂搭把手，不会硬撑。我就知道你最懂我。理解不等于不担心。到了工地，按时写信，不许有几个月没消息。保证。还有，不许为了早点回来缩短休整，工作和安全都不能敷衍。听沈会计安排。等考核结束，我尽快回来。家里不用操心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你以前在施工点办过便民缝补点，没有在单位做账的经验。正因为自己管过缝补点，我熟悉成本、库存和往来账，每一块布、每一卷线，我都能追到出处。半路学会计，凭什么保证账目不出错？我不能保证永远不犯错，但能保证每笔账都有凭证，每个数字都负责。错了就查到根源，不拿糊糊话遮过去。孩子还小，丈夫又在外地，你能按时到岗？孩子和家里我都安排好了，不会耽误上班。科里正缺个临时会计员，明天来试工，能不能留下看你自己的本事。谢谢科长，我一定把账做好。这是你的桌子，先熟悉物资入库和报销凭证，不懂就问。好。这里的账涉及被服、粮油和日常物资，一处数字写错，后面整本账都要返工。我先核凭证，再入习系，最后复核总账。这些先算进本月，下次再补钱也一样。没有签章就不能入账，等手续补查再算，否则月底对不上。刚来就这么较真儿，以后月部有你忙的。月底忙，总比账出了问题再补救强。第一天不用急着把所有事做完。我只是想先弄清楚这套账怎么走，明天才不会重复问。肯问不是坏事，怕的是没弄动就自作主张。缝补点的账本只有我自己看，后勤处的每一个数字却关系着集体物资。我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。今天还有最后一块五花肉，要不要？要，帮我称了。这是我头一次靠自己的本事进单位做事儿。我想用一顿热饭把这个日子记下来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考核结束就回来，咱们给他留一晚。我要把今天在托儿所画的画也留给爸爸。好，放在他碗旁边，让他进门就看见。怎么回来了？为什么不提前拍电报？基层考核提前结束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倒是咱们家沈会计，上班第一天还顺利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进财务科了？王嫂写信告诉我的，她说你现在每天夹着挎包出门，走路都比以前快。第一天就退回一张手续不全的单据，差点把工友得罪了。守住规矩不是得罪人，以后他们会知道你的认真。你出去几个月，回来第一件事倒是安慰我的工作，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对你有多重要。这一锅本来想庆祝我找到工作，没想到你也赶回来了。那就是双喜临门。还有我的画，
三喜临门。前世我死在寒冷冬夜，以为一生只是无人问津的笑话，如今一顿热饭，一次平安归来，都是我亲手走出的生活。妈，今天怎么这么晚？妈，你看，这是爸爸教我写的，审核。怎么不先练自己的名字？老师让写家里人的名字，我想先学妈妈的。怎么这么晚？科里又加班。月底结账，最后2笔物资数目对不上，我和工友重新核了一遍，已经理顺了。是账本的问题，还是入库单错了？一张单据抄错数量，另一张漏了调拨记录。幸好都复罚时查出来了。午饭吃了吗？忙起来忘了。你答应过不拿身体硬撑。我不是故意不吃，发现问题时已经过了饭点儿。爸爸等你吃饭也没吃。不是说我晚回来，你们就先吃吗？安安非要等着给你看字，我也想等你一起。工作到了月底确实会忙，但不能让你们都跟着饿肚子。下次我晚了，你们先吃，我也会提前托人带话。那我把施工留到你回来再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但饭必须先吃，不能拿饿肚子等人。可以，不过你也得在办公室备些饼干，不能一忙就空着胃。听季主任安排。从前我的名字总排在别人后面，如今它写在女儿的本子上，也写在财务科的账册和奖状上。先进屋吧，锅里给你温着饭，再晚就要干了。老施工点寄来的，工友写给我们的。当年那片连草都难长的戈壁，如今建成了重要的经济作物基地，家属院旁的菜地也扩大了。大家一直记得你留下的种苗。这就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，看着一点儿也不像沙漠。你刚出生时，那里一刮风，窗缝里都是沙。为了种活几棵菜，大家得轮流挑水。现在能长成这样，是一代代人在那里守出来的。妈妈的缝纫机还在吗？信里没有写，只要有人继续用，它在不在原来的屋子都不重要。还在，接手缝布点的妹子已经带出了新徒弟。当初你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台机器和菜地。我那时总怕一离开，5年的心血就没了。现在才知道，东西留给需要的人，比跟着我搬进省城更有意义。以后能带我回去看看吗？有机会就去，让你看看爸爸当年施工，妈妈办缝匾的地方。也让他看看一块荒地是怎么变成良田的。是因为种子好吗？种子重要，人愿不愿意，一天天浇水护苗更重要。这话说的是地还是日子？都一样。日子从来不是突然变好的，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那先一步一步去吃饭，我饿了。妈妈，你在高原做缝补时，也会像今天一样忙到不吃饭吗？以前确实有过，所以今天是妈妈不对，以后不能拿忙当成忘记吃饭的理由。不是说等我回来再做吗？月底忙成这样，再让你回家做饭，我这个丈夫也太不称职。爸爸还说今天要煮甜酒蛋，庆祝妈妈把账都理清了。每个月都结账，哪能月月庆祝？妈妈，你那时每天都踩缝纫机不累吗？累，
可每多学会一种手艺，我就多一分底气。那你后来为什么又学会计？因为人不能只会一件事，也不能觉得已经走得够远，就不再往前。你妈妈上业余会计班时，晚上学到我催她睡觉。那妈妈考试会害怕吗？会，害怕的时候也能继续往前走，这才叫勇敢。你别只讲这个，是谁嘴上叫我休息，自己陪着不肯睡？一个给妈妈，一个给爸爸，一个给我。今天真正该庆祝的是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坐在这里。还有沈会计连续3年结账没有出过差错。你从哪里听来的？你们科长前几天碰见我，夸你认真。那今天我要多吃一个，长大也像妈妈一样会算账。怎么忽然想起他？看到老师公点的信，就想看看这些年一路留下的东西。怎么有这么多红印章？哪一张最重要？每一张都不一样。结婚证是我们一起选择的家，毕业证和奖状是你妈妈自己一步步挣来的。如果没有结婚证，妈妈还能当会计吗？当然可以。有没有家庭，不该决定一个女人能不能工作。所以奖状上只写审核，没有写谁的妻子。对。那我以后也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奖状上。先把今天的字写端正，想要什么，要靠一步一步去做。爸爸那时候怎么这么严肃？摄影师一直让我别板着脸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第2张比1张好。第1张向领导给下属开会。你妈妈那时也紧张，手心全是汗。我第一次知道，一张照片上可以不躲、不怕，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拍完照片以后，你还反复问我，缝补点关1天会不会耽误生意？那20多块本钱，都是一针一线攒的，我当然紧张。后来缝补点办得那么好，证明你的紧张没有白费。这些纸不能替我生活，却记下了每一次由我自己做出的选择。妈妈以后还会拿新的奖状吗？奖状不是目的，把手里的事儿做好，有没有奖状都一样。这些年，你有没有后悔过？后悔什么？离开老家，跟我去高原。后来又一次次搬家，你原本可以留在熟悉的地方。熟悉不等于适合。沈家和李家我都熟悉，可那里从来没有我的位置。真正让我留下来的，从来不是哪个地方，是身边的人有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完整的人。高原最难的时候，你也想过回去。我想的是风沙小一点，日子容易一点，不是离开你。当初换亲，我答应让你留下，其实心里一直怕你有一天会觉得，那只是走投无路时的选择。开始时确实是走投无路，但之后每一步都是我自己选的。妈妈，你们结婚时我在哪里？你还要很多年才会来到我们身边。那我看不见你们怎么结婚的。以后讲给你听。现在就讲，我想知道妈妈为什么会坐爸爸的自行车。因为那天我已经决定，不能再走上他累辈子的老路。
那天我盖着红盖头，谁都不知道新娘换了人。你爸爸骑得很慢，每个土坑都替我绕开。我只觉得后座的人太安静，和媒人说的不太一样。到了晚上，他揭开盖头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不是沈心。”爸爸生气了吗？生气，气沈家拿婚姻骗人，也怕你妈妈是被逼来的。可他没有拿我撒气，还问我愿不愿意留下。怎么会忘？那一天以前，我以为自己一辈子只能替别人活。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只觉得你年纪小，眼里却压着很多不该属于17岁姑娘的东西。害怕、委屈，还有不甘。我死过一次，重新睁眼时，最先想的不是报复，是绝不能再走回李家。我开始不敢全说，怕你觉得我疯了，也怕一切仍会照着前世发生。可你还是提醒了我，那次攻城我避开了正面追击，虽然仍被飞石击中，却没有伤到脊柱。你后来把前世的事儿告诉我，我才明白你为什么总怕我上工地受伤，也明白你看见李天明时为什么像看见仇人。所以你答应换亲，不是因为喜欢我。那时连面都没见过，谈什么喜欢？我只是知道你是筑路工人，季家人的品行也比李家可靠。我也不是见你第一眼就懂你，只是觉得一个还没成年的姑娘被家里换进来，不能再由别人替她做主。所以你愿意等我满18，也愿意让我随时反悔。如果留下你需要靠强迫，那我和沈家又有什么区别？你把一辈子压在一个没见过的人身上，胆子真大。不是胆子大，是没有退路。我后来才明白，你留下不是依赖我，而是想先找到一个能喘气的地方。对，可季家给我的不只是喘气的地方，你们让我知道，妻子不是长工，女儿也不是换彩礼的东西。我第一次在季家吃饭时，妈把最好的菜夹给我，没有问我能给家里带来什么。那时我就知道，有些家庭真的不靠牺牲一个人维持。妈妈重活一次就遇到爸爸了吗？先遇见了选择，然后才遇见他。那爸爸也是妈妈自己选的吗？最初是被换来的亲事，后来是不是继续走下去，每一天都是我重新做出的选择。可我一直有件事不敢问。什么？如果那天沈家没有逼你，如果你有很多条路可以走，你还会不会选我？我不知道没发生过的人生会是什么样，但如果让我带着现在的记忆再选一次，我还是会坐上你的自行车。不是因为我后来当了主任。你受伤时，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回筑路队，也没想过离开。职位高低从来不是我留下的理由。高原那几年，你吃的苦不比在老家少。苦不一样，在李家，我做的再多也是理所当然。在高原，我缝一件衣服，挣1块钱，都有人尊重我的劳动。你第一次挣到5块钱时，把钱数了3遍，还问我该不该交给家里。因为以前我的钱从来不真正属于我，你说那是我的劳动所得，由我自己安排。本来就该这样。你给我的是选择，不是圈住我的绳子。我能办缝补点儿，也能放下缝纫机去读书，能跟着你随队，也能拥有自己的工作。你也从没要求我为了家庭放下筑路队的责任，每次分别你都担心，却还是让我去做该做的事儿。支持不是没有害怕，是害怕以后我们仍愿意一起承担。可我也有过私心，你说不去随队时，我难受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知道，所以后来不敢再逗你。你还笑？因为那个一向镇定的筑路队队长，眼尾一下就垂下去了。爸爸也会怕妈妈不要他。那妈妈学会计时，是爸爸拉妈妈吗？爸爸照顾你，替我做饭，让我能安心读书。妈妈也努力考试，谁都没有替谁走路。以后你也一样，我们能扶你一把，但自己的路得自己走。那你现在还觉得自己选对了？从坐上自行车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选对了。选对了，不是从此什么难处都没有，是遇到难处时，身边的人不会把你推出去。就像爸爸受伤，妈妈照顾他；妈妈考试，爸爸陪他。对，也像妈妈加班回来晚，你和爸爸会担心，但会和我商量，不会逼我辞掉工作。那我今天等妈妈吃饭，是不是选错了？不是错，是办法不够好。关心一个人，不该用让他内疚的方式。下次先吃饭，再给妈妈留一碗。
我记住了。一家人可以意见不同，不能把谁的牺牲当成应该。那我以后选择什么也能自己决定吗？你要先学会承担结果，自己选择，不是想做什么就不管别人。也不是每次选择都会得到想要的结果，做错了可以改，但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我以后也要选一条能写自己名字的路。好，现在先选回房睡觉。晚安。一些事像蜕掉的旧皮，记得存在过，却不必一直披在身上。那前世呢？前世的审核死在大年初2，现在的我有工作，有孩子，也有一个尊重我的丈夫。还有你自己挣下的一切，缝补点儿、结业证、工作，没有一样是别人施舍的。所以我终于能平静提起过去，它只是来路，不是我的全部。我不需要靠恨他们证明自己过得好。哪里来的？这些年我们攒下来的，我把原来的几笔定期和最近的津贴整理到了一起。家里的存款一直是我记账，怎么还有这一本？上工地和获奖的补借，我单独存了一部分，本来想等数目够了再告诉你。为什么瞒着我？不是防着你，我想给这个家留一份不会轻易动用的底气。这么多，加上你这些年的工资和高原缝补点留下的积蓄，够我们在省城买一个小院子。这是我们2个人的钱，不是你给我的惊喜。当然，你的工资占了不少，我只是负责把账外那部分存起来。以后家里再存钱，不能瞒着对方，哪怕出发点是好意，也要把账说清楚。接受批评，以后每笔补助都先交给沈会计过目。季主任什么时候也学会管账了？跟沈会计生活这么多年，总该有点长进。高原缝补点攒下的钱，我一直留着一部分，那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攒下本钱。你的工资也撑起了这个家，安安的学费，家里的日常开支，不是我一个人在承担。这笔工程奖金为什么一直没动？那次工程回来，看见你守在医院，我就想把它留给我们的以后，只是那时钱还不够做什么。现在够了，不是因为一笔补助，是我们2个人一年年攒起来的。刚才还说不能只围着账本转，现在又算上了。买房不是小事，钱从哪里来，用完还剩多少，都要清楚。还要留出安安上学、老人看病和日常急用的钱。我已经分开算了，买完院子，剩下的够应付生活，不能为了房子把手里掏空。你决定怎么花，我放心。不是我决定，是我们商量。你慢慢算，我不催。这些年我们一直住家属房，现在有了这笔钱，你最想拿它做什么？买个院子吧，不用很大，够我们一家3口住，也给安安留一间能安静写字的屋。你想住哪里？离学校和单位别太远，日子方便最重要。院子要能晒到太阳。还想种菜？种一点菜，也种满向日葵。高原带回来的种子还留着，我一直没舍得全种下去。安安呢？她肯定有要求。给她搭个秋千，以后她放学回来可以先在院里玩一会儿，再写作业。那我负责找木料搭秋千，你负责挑院子、管账。院子一起挑，家是3个人的，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。听你的。以后他会走得比我们更远。只要是他自己选的路，远一点也没关系。我曾以为重活一世是为了逃离沈家，躲开李天明，再把所有伤害还回去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的重生不是看谁跌进我走过的火坑，而是我终于能决定怎样生活，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堂堂正正留在这个世界上。等找到院子，我们一起把它种下。好。前世那场虚妄的万元户媳妇之梦早已破碎，这一世我有尊严，有事业，也有愿意与我并肩的人。我不再是谁家的影子，我只是沈河，也终于活成了自己。